我非常喜欢在路上的感觉。当荒野绵延不断地扑面而来时，就好像是大地母亲张开宽广的怀抱，让我尽情地驰骋，既让我感受到灵魂的无比自由，又让我深深地知道我与这大地是息息相关。从太浩湖到拉森火山国家公园是4个小时的车程，美国人一鼓作气就开到了。可是我不喜欢赶路的感觉，所以午后才出发。今天就打算住在2个小时车程的高速公路休息区了。美国有很多可以安全过夜的休息区，而且有些景色相当漂亮，甚至有些服务区还有专门为房车配备的 dump station， 房车还可以添加饮用水，而且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。有些休息区甚至允许停车1-2天，但是大多数像这样停车8个小时的休息区，如果你来得晚一点，走得早一点，在这里过夜是没有问题的。给翘靠散个步之后，我把自己的房车从卡车区里移动出来。这一大排卡车的轰鸣声，晚上实在难以入睡。就这里吧，离卡车稍微远一点，声音没有那么太惊人的吵了，不然10几台卡车轰鸣。在休息区或者是加油站过夜，最大的问题就是卡车的轰鸣声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速公路上晚上的交通噪音。这条高速晚上的交通量并不大，而且我对噪音的耐受性也已经很强了。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出发了，开往拉森火山公园。这是我第2次到这个国家公园。拉森火山公园是在营地预约中最没有压力的一个公园，因为它的这个 parking lot 是允许 overnight parking 的。我上次来这个公园的时候，因为是6月份，它所有的营地和 trail 还都在雪下面，当时就只有这个 parking lot 是开放的，我就住在这儿。当时只有我和另外一辆很小的 trailer， 只有我们2个人在这宿营。我今天晚上就会住在这里。与第一次来时白雪皑皑的景观大不相同。7月的拉森火山公园，山花烂漫，开满了山坡。这条 trail 就是开满鲜花呀。拉森火山公园的第1天，我选了一条难度不大但景色最美的短途 trail， 作为第2天登顶3187米的拉森峰徒步的热身活动。虽然正值盛夏，但是这里的海拔还有2000多米，微风习习，并不觉得酷热难挨。这里的泉水散发着浓浓的硫磺味。这是一片不毛之地，可是转身就是鲜花遍野呀。这条很小的 trail， 但是刚到2000多米的海拔地区。我立刻有那个高山反应。这一路向上的这个小trail对我来说还挺 hard 的。虽然是盛夏，但是山林里有小凉风，有树荫，走起来也不是特别热。这个 trail 的距离虽然不是很长，可是因为它一路是向上走，我居然高山反应到开始头痛了。我一向对海拔特别敏感，终于走到山顶上，也不是山顶上，山顶上的洼地，就这个湖。没想到栽在这么小的 trail 上，高反很厉害。
我坐在这里静静地面对这一片碧绿的湖水时，世界变得很安静，我的心也又一次沉静下来。在这个时空中，此时只有我，只有眼前的湖水，耳边的清风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一个人野外徒步，因为可以全身心地沉浸在大自然中。每次徒步之后，我都会尽快把巧克宝宝从房车里放出来，陪他散散步。今天我们一起到山上看夕阳，我们彼此陪伴的时光总是如此美好。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上天，让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有彼此。没有多少人在这宿营啊，这有点出乎意料。看来是天热，大家还是都想进营地，特别是有电源的营地吧。不过其实这个山上海拔高，到了晚上是很凉爽的。好了，我就停在这里过夜啦。景观多好，窗外的景色挺漂亮的，也没有人开发电机、开空调，这很凉爽。现在安安静静的，好喜欢这里。第二天一早就在停车场给巧考散个步。早晨的空气非常清新，山景非常漂亮。早晨以这样的方式打开，注定又是美好的一天。昨天的一场热身徒步，因为高反严重，让我彻底放弃了登顶拉森峰的计划。今天就打算沿着贯穿公园的景观大道一路驾车，一边欣赏风景，轻松愉快地度过。如此良辰美景，不可辜负。在这儿停车吃个午餐，这就是我的午餐时光，这就是房车的幸福时光。下午我早早就进了公园中的营地，到了，这就是我今天的家，还有个不错的院子。这是爸爸的。你别看妈妈的，你吃你的。现在是晚上7点半，trail 上已经没什么人了。我要走这个环湖的 trail， 希望可以看到很美的夕阳。只要别碰到熊就好了，因为这个一早一晚人少的时候，动物就会出来了。看吧，看吧，有多美！
夕阳的余韵把这片湖水笼罩在温柔的淡粉色中。明天又会有怎样的风景等着我呢？停车心安处，于我便是家。幸福的意义人人不同，而我之所得，正是我之所求，何其幸也！